睇睇呢張相，呢一度就係起緊美軍基地地盤嘅出入口，企喺度嘅守衛防止有人阻礙車輛出入。美軍基地遍佈沖繩，位於本州嘅普天間海軍陸戰隊航空基地四周圍都起晒民居，就算唔係軍事專家都可以想象呢一個基地係充滿危險。美軍自太平洋戰爭末期起開始喺沖繩改建、擴充同埋新起基地，而戰爭已經完結近80年，美軍仍然喺日本國內擁有多個基地，尤其集中喺沖繩。縣裏邊10% 面積嘅土地都起咗美軍嘅專用設施，沖繩嘅面積只係佔全日本嘅0.6%，但以面積計算，全國74% 嘅美軍專用設施都集中喺沖繩。生活受到滋擾嘅居民不斷要求美軍撤走，政府亦都求美軍交還基地用地，但去到目前為止進展極之緩慢。1995年，沖繩縣定製咗交還基地行動計劃，要求日本政府促進美軍撤出同埋減少軍用設施，其中交還普天間基地係計劃嘅核心。原本計劃目標喺2015年完成各個項目，但去到2024年，普天間基地仍然有美軍駐紮。相反，因為呢個計劃，日本政府正係為美軍興建另一個新嘅基地，位置喺名護市東部嘅邊野古沿海地區。名護市西部有馳名全球嘅美麗海水族館，館裏邊有全球第2大嘅水槽，展示住體積最大嘅魚類鯨鯊。水族館位置喺海洋博公園裏邊，呢個公園就係紀念沖繩回歸日本。喺同一個市裏邊，正興建新一個美軍專用基地，實在非常之諷刺。呢一集以普天間同埋邊古野基地為中心，講解一下點解沖繩會有新嘅美軍基地正喺度興建緊，仲有美軍駐紮沖繩嘅理由。補充一啲背景，美軍基地喺沖繩嘅原因可以追溯到太平洋戰爭，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導致大量人命傷亡。同盟國之一嘅美國同日本對抗，經過多場戰役，當中包括硫磺島戰役。美軍喺呢場戰役裏邊擊敗日本，進而登陸沖繩。之後日本被投下原子彈之後，天皇宣布投降，日本就成為咗戰敗國。呢啲內容觀眾都會喺學校嗰度學到，真係唔想再有戰爭。其他同太平洋戰爭同埋終戰之後唔係好耐嘅歷史，如果有需要嘅話，就請睇下文章或者資料。對於宏觀歷史，唔少觀眾都熟悉，亦都理解美軍基地喺沖繩軍事國防上嘅意義。戰後美軍開始統治沖繩，並且改建舊日本軍嘅飛行場或者新起基地，去到而家大量美軍基地仍然集中喺沖繩。呢段影片裏邊會以沖繩縣嘅觀點嚟睇一睇美軍基地，進而理解基地同埋當地居民共存嘅難處。美軍基地滋擾居民嘅問題喺戰後一直存在，咁點解沖繩縣到咗1995年先至制定交還基地行動計劃呢？因為同年發生咗令居民相當之驚同埋憤怒嘅罪案，名為沖繩美軍少女性侵事件，發生喺公布行動計劃之前嘅2個月。1995年9月4號，隸屬漢森營嘅一個海軍軍人同埋2個海軍陸戰隊嘅軍人，總共3個人喺基地裏邊租車外出。喺本島北部嘅住宅區擺緊嘢嘅12歲女小學生成為咗目標，被佢哋拉咗上車，用膠紙封咗口同埋眼。架車駛離現場1.5公里嘅地方，女童就喺車上面遭強暴，並且受咗傷。日本警察調查咗之後，想逮捕有關美軍，但根據日美安保條約第6條，日美地位協定，美國有權唔將涉案人士交俾日方，即係就算美軍喺日本犯罪，都可以逃過日本法律嘅追究。咁樣就進一步令到居民嘅反美情緒高漲。當時嘅美國海軍上將兼太平洋司令部指揮官嘅理查馬克喺11月嘅新聞發佈會上面講，認為涉案軍人嘅行為絕對係愚蠢。如果佢哋用錢嚟租車，其實就可以用嚟召妓。最終美軍就交出涉案嘅3個軍人，佢哋喺日本度被捕同埋判處監禁。案件發生之後，
沖繩縣正視美軍基地所帶嚟嘅問題，向政府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協定之外，仲制定咗交還基地行動計劃。計劃內容分為3個階段，目標喺20年之內完成。第一期目標去到2001年為止，交還包括普天間基地等等10個設施。第二期就包括交還瑞慶艦軍營。第3期就包括交還加手納基地。除咗呢個計劃之外，當時嘅沖繩縣知事大田昌壽向政府施壓，拒絕簽署美軍用地租借契約。美軍基地嘅地權部分並唔係美軍或者日本政府擁有，而係屬於一般市民。日本政府為咗保持使用土地，就算個別地主反對而唔續約，沖繩縣政府可以代地主簽約，確保美軍可以合法咁樣使用日本嘅土地。但係日本政府冇就範，起訴沖繩縣政府。最終日本政府勝訴，強制沖繩縣知事簽約。日本政府仲為咗防止相同問題再次發生，修改相關法律嘅美軍用地特措法。政府可以喺未得到地主同意嘅情況之下，強制性令租約有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事真係冇想象之中咁簡單。喺呢個風波裏面，部分租約未能及時簽署。事實上，美軍非法佔用咗部分民間土地，但冇人可以追究呢件事。另一方面，1996年橋本龍太郎上任首相，同年以交還普天間基地為核心，成立咗關於沖繩嘅特別行動委員會，簡稱為 SACO， 目的係要求美軍交還總共11個喺沖繩嘅專用設施，進而希望安撫當地居民。呢個委員會目標實施交還11個設施裏面，大部分都係行動計劃第1期裏面所列出嘅。日美雙方外交部長進行會談，美方認為解決沖繩嘅美軍基地問題係重要嘅，但去到2024年，交還計劃核心嘅普天間基地仍然由美軍管理，其他部分設施就交還俾日本。以為件事有少少進展，點知委員會喺計劃裏邊加咗一個條件，就係交還包括普天間基地等等8個設施，受影響嘅部隊同埋基地功能會搬到其他喺沖繩裏邊已經存在嘅基地。當然，現有嘅基地已經飽和，所以日本政府會為美軍另起新嘅基地。事件峰回路轉，最終可以話嘅係美軍繼續安然駐紮喺沖繩嘅基地。上集講解咗點解美軍基地會集中喺沖繩，喺呢一度再深入睇一睇沖繩嘅處境。太平洋戰爭完結咗之後，冇幾耐又爆發韓戰，當然呢一場戰爭美軍都有參加，唔少軍人經日本上戰場。喺2000年代尾，奧巴馬上任美國總統，改變咗美軍嘅方針，漸漸減弱作為世界警察嘅色彩。換句話說，喺之前嘅日子，美軍活躍於世界各地。1950年代做總統嘅艾森豪威爾叫陸軍上將范弗里特重組美軍，佢就受命去到遠東視察，得到結果，表示沖繩好有潛質，可以建造2個師團嘅訓練場等等設施。咁啱當時沖繩處於美軍嘅統治之下，喺計劃上同埋實行上都冇大問題，咁樣就造就咗美軍駐兵喺沖繩。而家駐紮喺普天間基地嘅係美軍海軍陸戰隊第3遠征軍。對於軍事唔係太熟悉嘅觀眾，應該都會聽過海陸空3軍。而駐紮喺普天間基地嘅海軍陸戰隊個名裏邊又有海軍又有陸戰，而基地有俾飛機使用嘅跑道，可以話係包辦咗海陸空。海軍陸戰隊嘅地位有少少特殊，隸屬海軍，但同其他海軍職責上有唔同。海軍陸戰隊要快速前往任務地點，迅速執行任務，包括戰鬥，係高機動性可以靈活運用嘅部隊。其中一個重要嘅任務就係登陸行動，所以海軍陸戰隊喺任務裏邊會用到海陸空3軍嘅兵器。登陸代表逼近敵國核心，喺戰爭裏邊尤其重要。例如喺太平洋戰爭嘅硫磺島戰役裏邊，海軍陸戰隊強行登陸，引領美軍取勝。呢一場戰役凸顯咗海軍陸戰隊嘅價值。
不過而家戰爭裏面唔係太需要嗰種強行登陸嘅行動方式，會以其他更加有效同埋減少傷亡嘅方法。去到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縣阿靈頓嶺公園裏邊，可以揾到模仿硫磺島戰役裏邊喺士利巴奇山頂升起美國國旗場面嘅紀念碑雕塑。呢度離喺華盛頓特區嘅林肯紀念館大概5分鐘車程，旅遊嗰陣時不妨去現場睇一睇。普天間基地有58架常駐嘅飛機同埋直升機，包括 C-12同埋 UC-35，仲有問題多多可以垂直升降傾旋轉翼機嘅 MV-22B Osprey， 綽號魚鷹，總共有24架。Osprey 被視為設計上有問題，而且曾經發生多次飛行意外。最近嘅有2023年11月發生嘅屋久島涌美軍 Osprey 墜落事件，飛機由岩國航空基地飛往加索納基地，途中喺屋久島附近墜落，8個成員全部身亡。2016年同型號飛機亦都發生事故，而要緊急着陸。睇睇普天間基地嘅高空照片，再諗翻起2003年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倫斯菲去咗呢個基地之後嘅發言：普天間基地係世界上最危險嘅基地，喺呢度唔發生事故就出奇。喺世界各地發生事故嘅 Osprey 喺世界上最危險嘅基地頻繁升降，好難唔想象有一日飛機會墜落到附近嘅民居。搬遷普天間基地係一個合理嘅決定，但遲遲未能實現。沖繩縣想推進美軍撤走基地，反而令到縣裏邊將會多一個基地，真係弄巧反拙。而家喺邊野古沿岸興建緊嘅新基地，只係有關呢個新基地嘅由來同埋各種問題，足以另作特輯講解。你喺呢度就抽少少重點嚟介紹。睇睇建築地盤嘅 Google Street View， 可以睇到守衛打橫排成一字，防止有人闖入地盤範圍。其實有團體一直喺附近抗議，已經持續咗好多年，而家只係形式上妨礙工程車輛進出，守衛會好小心咁請示威者離開。任抗議人士點樣反對，根本就敵唔過政府。關於沖繩的特別行動委員會擅自作決定，以提供新基地作為交換條件，令美軍撤出普天間基地。政府喺1999年已得到國會通過呢個方案，沖繩縣就唯有接受。喺2013年批准工程開始。政府方案裏邊說明工程唔需要加強地基，用5年嘅時間填海就可以完成工程。但去到而家2024年，基地工程仍然未完結，因為中途發現地基強度唔夠，要另揾方法去改良。唔單止要考慮技術問題、工期同埋費用嘅預算，仲要喺唔破壞環境下進行工程。睇睇2024年10月1號嘅新聞。因為海水溫度上升，移植珊瑚工作就要暫停，而且仲未知道幾時先可以恢復，工程就會暫時避開珊瑚進行。另外，美軍負責搬遷基地嘅負責人表示，邊野古基地最快要去到2037年先至完成，仲有13年。除咗邊野古嘅新基地之外，部分美軍仲會撤出日本去到關島。講到呢度，你可能認為事情冇想象之中咁壞，但係相關費用包括8000個美軍同埋9000個家屬嘅搬遷費用，關島嘅新基地同埋營區嘅建設費用，預計全額103億美元，日本政府會負擔超過一半嘅61億。仲未完，美軍所要求搬遷嘅軍人同埋家屬嘅人數都比實際中多。美軍搬遷嘅其中一個目的，其實就係想減低支出。其中一環就係令日本政府多負擔一啲，日本政府付出多咗，就有藉口去提高消費稅，或者減少基建工程，減少對社會嘅援助，呢一啲都係對外國遊客帶來負面影響。對於美軍遷出沖繩，亦都存在反對嘅聲音。自美軍統治沖繩以嚟，當地經濟部分依靠基地。一啲屬於第三級產業嘅公司為美軍同埋基地提供各種服務，仲有一啲地主為咗穩定嘅租金收入，希望基地唔好消失。喺日本首都特輯裏面都提及到，
日本可以參考印尼搬遷首都嘅例子，而令美軍撤出，亦都有例子可以參考，就係菲律賓。1991年上院通過咗廢除美軍基地嘅法案，美軍就唯有關閉蘇比克灣基地。之後菲律賓成功將部分用地發展成為自由港經濟特區，另一部分就改建成治國嘅海軍基地。美國海軍陸戰隊有3個遠征軍，第2遠征軍總部位於美國東岸北卡羅來納州，第1遠征軍總部位於西岸嘅加利福尼亞州，而第3遠征軍總部就喺日本沖繩嘅特尼營區。除咗普天間基地之外，部分軍人駐紮喺岩國航空基地同埋富士訓練中心。除咗日本之外，仲有5000人駐紮喺夏威夷。按普天間基地搬遷計劃，將會有4000人搬到去關島。睇睇海軍陸戰隊嘅呢個佈局，3個遠征隊裏邊2個駐紮本土，剩翻落嚟嘅1個就係駐紮喺沖繩。唔知有幾多人會認為佢哋可以完全撤出沖繩呢？整體嘅簡介去到呢度就告一段落，之後就會去到加手納附近睇一睇美軍喺日本同埋遠東地區最大嘅基地。